卖掉英国1672亿资产，李嘉诚嗅到什么？第一个发现李嘉诚有跑路意思的其实是英国人。2015年，英国《每日邮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这位节俭的亚洲富豪即将买下英国》的文章，第一次系统性的总结了2010年到2015年李嘉诚对英国的投资，从电信、交通到供电、供水。这位向来以生意人自居的首富，居然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偷偷向英国投出了上亿的资金。相关文章传入中国后，经过2次加工，被冠以更加博人眼球的标题“李嘉诚买下半个英国”，随即在网络上广为流传。同年9月，甚至引起了央媒的关注，爆款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和谁让李嘉诚跑了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。面对公众的质疑，李嘉诚只是平静的回答：“我只是一个商人。”随后的几年，即使摊上英国脱欧这样的黑天鹅，也丝毫没有动摇李嘉诚向西的决心。2019年，长河系以46亿英镑收购英国老牌酒吧集团格林王，后又斥资10亿买下泰晤士河畔一块住宅用地，或许正符合李嘉诚一贯的买法，不在最热的时候上桌，而在别人犹豫的时候抄底。但是在10年后的今天，盘面反过来了。今年1月，李嘉诚卖掉了英国铁路车辆租赁公司，交易对价约117亿港元。2月，李嘉诚又签约出售英国电网，套现超过1100亿港元。5月5日，李嘉诚再宣布旗下电信业务同意把49%的股份卖给沃达丰，作价约455亿港元。5个月内，李嘉诚累计套现1672亿。所谓半个英国正在被一块一块的拆卖。前2笔交易，李嘉诚卖得很漂亮。铁路车辆租赁公司，李嘉诚2015年买入，2026年卖出。长河系预计可以分享超19亿港元的净利润。更赚钱的是英国电网，作为英国最大的配电网络，卖出后长河系的直接收益约400亿港元。真正值得琢磨的是刚刚卖出的英国电信公司，这一次不一样，铁路和电网是成熟稳定赚钱的资产，卖掉是高位兑现。英国电信这笔甚至在经营账面并不好看的时候卖。表面上看，李嘉诚持股49%的 Vodafone 3是英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，拥有超过2800万客户，但是规模变大不等于利润变厚。2025年 Vodafone 3总收入34.75亿英镑，但是 EBIT 已经是亏损8600万英镑，剔除一次性影响后也亏损1100万英镑。李嘉诚为什么要割肉卖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可能等不及了，英镑似乎在面临一场系统性的危机。英国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截止到3月底，英国国债约为 GDP 的96%，处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高位。近期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%，接近2008年以来的高位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5%的国债收益率只是金融新闻。对于李嘉诚这种做了几十年长周期资产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另一件事，折现率变了，所有重资产都要重新估值。电网、铁路、电信过去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稳定的现金流，但当利率越来越高，稳定的现金流就不再值过去那么多的钱。更要命的是，随着英国财政承压，监管、税务、价格管制、公共服务都会变得很敏感。李嘉诚投资的公共事业越贴近民生，越容易从好资产变成政策资产。所以李嘉诚卖英国一定是看空英国，但一定是在降低英国投资的风险。至于李嘉诚是不是要回来，目前看未必。坊间传闻有人打招呼让李嘉诚必须回来，这种说法基本是一种无聊的猜测，但是能确定的是，李嘉诚从来不是按情绪配置资产的人，他常说自己只是个商人，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风险，账算清楚就做选择。2015年他卖掉内地和香港的部分资产，买英国被骂跑了。2026年他卖掉英国的核心资产，回头看香港和内地又被解读成回来了。但是对李嘉诚来说，这两件事可能就是一件事。别人谈立场他看现金流，别人谈情怀他看利率，别人谈去留他看资产能不能继续给股东赚钱。这就是李嘉诚最冷的一面，也是他一直赚钱的原因。李嘉诚可能不是一位爱国商人，但一定是个聪明人，这种人会在合适的时候做出最合适的选择。